探寻历史烟云，解读人文传奇，分享那些被岁月尘封的故事与传说。大家好，我是涅槃说史，八面煞星，全民公敌，美国头号通缉犯，另类美国梦的象征。1920年代芝加哥地下市长，美国黑道头号人物，史上最令人感兴趣的罪犯。这一大堆头衔下的那个阿尔卡彭，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物？以至于美国911事件时参与策动攻击行为的塔利班组织曾声称，和卡彭的所作所为相比，我们的行动并没有那么可怕。作为20世纪美国最臭名昭著的美国黑帮大佬之一，但凡你还能想起穿戴蓝色细条纹的西装和倾斜的费多拉帽的黑帮教父，你就一定会联想到他。近100年来，他的口音、习性、面部构造、身材和对他名字的戏仿，大量出现在各种漫画、电影、音乐和文学中的许多黑帮形象上。今天就让我们来谈一谈阿尔卡彭这个传奇美国黑帮大佬。1920年，美国通过了著名的禁酒令。这个法案的初衷本来是想让美国社会变得更加文明和有序，但是现实却很快就打了立法者的脸。随着合法酒厂和酒吧的关门，酒精消费却并没有消失，而是变成了一桩地下买卖。而且这场国家级的禁酒运动成了那个时代美国黑帮和犯罪集团发财的绝佳机会，而工业城市芝加哥正好又成为了黑帮生意的天然温床。一方面，这里是移民的聚集地，意大利人、爱尔兰人、犹太人、波兰人，各路人马都有，多民族多帮派，本地与外来利益盘根错节，本就矛盾丛生。另一方面，在经济大萧条的阴影下，失业率逐年增高，社会底层急需活路。而随着禁酒令的出台，让地下私酒和暴力生意几乎成了唯一的暴利渠道。据史料记载，1920年代中期，仅芝加哥市区的地下酒馆就超过2万家。美国各地的黑帮，尤其是以意大利移民为主的黑手党集团，趁机向芝加哥渗透扩张。卡彭后来掌控的那个芝加哥集团，在全盛时期垄断了全市80%以上的私酒生意，每年非法收入居然一度高达1亿美元。我们要知道，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1929至1939，1美元的购买力远大于现在。当时全美大公司如福特汽车、通用汽车的净利润也不过几千万美元上下，而1931年建成的纽约帝国大厦总造价也不过4100万美元。也就是说，卡彭集团1年利润能买下2座帝国大厦，而普通市民喝一口酒，要么冒着被警察逮捕的风险，要么就得交保护费买黑帮的账单。同时，在芝加哥，警察与法官大多不是正义的化身，腐败和贪污成了公开的秘密。据当时的媒体调查，每3位芝加哥警察就有1位收过黑帮的钱。法庭对黑帮犯罪常常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许多黑帮头目甚至直接控制了市政府的部分职能。政客和犯罪集团互相勾结，把法律变成了生意。而在这些混乱和罪恶中，暴力成了芝加哥夜色里最响亮的声音。汤姆逊冲锋枪成了黑帮的标配武器，街头巷尾枪声不绝。仅1927年，芝加哥的凶杀案就超过400起，其中大部分和黑帮火拼有关。对普通人来说，黑帮就是芝加哥的第2政府。在这样的芝加哥，酒精和暴力勾结，黑帮与权力共舞，城市的地底下暗流涌动。然而，就是在这座城市的混乱与黑暗中逐渐崭露头角的阿尔卡彭，其实他的故事并不从芝加哥开始。一个贫民窟出身的意大利移民后代是怎样一步步成为芝加哥地下世界的8面煞星？要讲清这段传奇，还得把目光拉回到纽约布鲁克林的街头，那个卡彭人生真正的起点。阿尔卡彭1899年出生在纽约布鲁克林的一个意大利移民家庭，他的父亲加布里埃莱是一位理发师，母亲特蕾莎是裁缝，家里孩子多，生活并不宽裕。和许多同龄人一样，卡彭从小就体会到了移民家庭的艰难和城市底层的冷漠。卡彭上的是教会学校，学业成绩很一般。14岁时，因为跟老师发生冲突，愤怒之下打了老师，被学校直接开除。从此，他失去了继续上学的机会，踏上了混社会的道路。布鲁克林的街头成为了他人生的最重要的学校。当然，这所学校不教数理化，教的道理是拳头和胆量。辍学后的卡彭很快混进了街头帮派，他先后加入了诸如小40道帮、包黎街男孩帮、布鲁克林劫匪帮等小团伙。后来，他也优异的成绩考入了纽约赫赫有名的5点帮。在这里深造期间，卡彭学到了真正的江湖规矩，也第一次见识到了黑帮生意的残酷。黑帮成员靠敲诈、打架、偷盗、收保护费为生，而且经常与其他帮派火拼。自此期间，卡彭遇到了他黑帮人生中的2位贵人。第一个是老大法兰基耶鲁，他专门经营夜总会、酒吧和收保护费生意。耶鲁看中了卡彭的胆量和身手，让他在自己经营的哈佛酒吧做保镖和看场子。也是在那里，卡彭一天和客人起了冲突，被对方用刀划破了左脸，留下了终身疤痕。就这样，卡彭有了8面煞星的外号。这个绰号日后成为他一生的标签。
据说他本人很讨厌这个称呼。说来也是，这就像我们中国人叫谁刀疤脸、眼镜、瘸子一样，都是戳中别人的痛点，不喜欢也是正常的。不过黑帮世界里身上带点疤痕，那就是他们的军功章，越是带伤的人越让人忌惮。除了勇猛之外，卡彭还很注重打扮，他喜欢穿讲究的西装，梳油头，戴帽子，讲礼数，身边的兄弟都叫他 Snorty， 意思是讲究派头。从这些方面就可以看出，卡彭比起普通的街头混混显得更有野心和目标。他的另一位贵人是强尼·托里奥，托里奥那时已经去了芝加哥发展，而且已经逐渐控制了当地的芝加哥地下世界。他多次回纽约考察势力时，注意到了卡彭。1919年，托里奥直接邀请卡彭去芝加哥闯江湖。对刚满20的卡彭来说，这绝对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于是，不久之后，他就带着家人远赴芝加哥，从此进入了美国黑帮历史的主舞台。初到芝加哥的那几年，卡彭跟着托里奥从最底层做起，收保护费，当打手，看夜场场子，渐渐成为了托里奥最信任的助手。他的手腕、头脑和一股不服输的狠劲，让托里奥十分看重这个小老弟。如果说纽约的街头是他学习本事的地方，芝加哥就成了让他野心落地生根的土壤。从小混到真正的老大，卡彭的故事越来越精彩。在卡彭来到芝加哥的那个时间段，芝加哥的江湖正处于群雄逐鹿的关键节点。1920年5月，芝加哥最早的私酒大亨大吉姆·科洛西莫被人暗杀后，托里奥顺势接管了整个犯罪集团。当时坊间一直有传闻，这场暗杀的背后就有托里奥的策划以及卡彭的参与。不管怎样，科洛西莫一死，整个集团迎来了新掌舵人。托里奥和卡彭联手，把黑帮势力一步步做大了。那时的禁酒令已经让私酒生意变得无比暴利。托里奥和卡彭不仅经营地下酒厂，还控制了运输、仓库和分销渠道。黑帮通过暴力、威胁和收买手段，几乎把全芝加哥的私酒市场都收入囊中。谁要是不服管，就要么被炸掉店铺，要么直接被清理出局。据当时的统计，1924年前后，仅仅是黑帮火拼导致的命案，芝加哥一年就有200多起，几乎全和酒类生意有关。托里奥这个人有头脑，而且非常善于经营。他不但在黑道上大打出手，而且还把大把的黑钱拿来收买政客、法官和警察，确保集团生意有人罩着。在1924年芝加哥郊区的西塞罗镇选举，卡彭又带头搞贿选和暴力。那天，黑帮分子成群结队站在投票站门口，谁敢不听话就当场教训，警察也不敢管。选举的结果没有任何悬念，全是托里奥和卡彭的人上位。黑帮势力就是这样第一次直接插手了地方政府，把权力牢牢地握在了自己手里。然而，芝加哥的黑帮内部也并不是铁板一块，意大利、爱尔兰、犹太等不同帮派之间，经常因为分赃不均、地盘冲突爆发火拼。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卡彭一伙和北边帮之间的长期较量，双方是隔三差五就爆发枪战，普通人也被殃及。芝加哥成了名副其实的血色之城。也就是在这个时期，我们所熟知的汤姆逊冲锋枪开始成了黑帮的标配。每到晚上，芝加哥的街头巷尾都能听到密集的枪声。据说卡彭集团买下了芝加哥一半的冲锋枪，被人调侃为汤姆逊冲锋枪的代言人。随着时间推移，卡彭的权力越来越大，逐渐坐稳了集团2把手的位置。不久之后，托里奥又在一次黑帮火拼中身受重伤，不得不选择了退休，把权力彻底交给了卡彭。1925年，年仅26岁的阿尔卡彭正式成为芝加哥黑帮的新大佬，他手下直接管理着上千人，垄断着全城80%以上的私酒和地下生意，集团每年利润超过1亿美元。这样的数字，连当时的芝加哥市长都感到头疼。此时的卡彭已经不是普通的黑帮头目，更像是芝加哥地下世界的市长。他能操纵警察，影响选举，甚至调解不同帮派之间的争端。他的一句话足以让芝加哥的黑白两道都收敛3分。阿尔卡彭的时代到来了，他带给芝加哥的不仅仅是财富和权力，更有血腥和暴力。从此，芝加哥黑帮帝国进入了巅峰。对于阿尔卡彭，外界对他议论最多的，除了财富和暴力，还有他高调的生活和公众形象。卡彭深知如何利用媒体把自己包装成时代的焦点人物。当时正处于经济大萧条时期，成千上万的人失业，吃不上饭。卡彭斥巨资开设免费食堂，每天为上万人提供免费餐食。有人开始称他是穷人的朋友，现代罗宾汉。然而，在他的慈善背后，隐藏的却是更大的野心。他利用慈善行为收买民心，为自己和黑帮争取社会缓冲，也分散警方的注意力。与此同时，他的高调生活成了城里的一段佳话。卡彭喜欢穿蓝色细条纹西装，佩戴名贵戒指，开最好的汽车，出入各大夜总会，身边永远有一群忠心耿耿的打手。不过说到底，卡彭的本职工作依然还是那个黑帮老大，他的集团依然还在不断利用暴力清理竞争对手。其中最臭名昭著的，又莫过于1929年2月14日的圣瓦伦丁大屠杀。这一天早上，
北边帮的7名成员在一间车库里被假扮警察的枪手用汤姆逊冲锋枪当场射杀，场面极其血腥。这起大案震动了整个美国。虽然卡彭当时人在佛罗里达，但几乎所有人都知道幕后黑手就是他。这场大屠杀让卡彭的名声一夜之间达到顶点，但同时也让他彻底变成了美国政府社会舆论的头号公敌。全国媒体大肆报道，卡彭一举成为全美最令人感兴趣的罪犯。普通百姓开始恐惧芝加哥黑帮，政府和警方也不得不对他下狠手。此后，联邦政府成立特别行动小组，专门调查芝加哥黑帮。芝加哥的法治危机也成为全国性话题。在卡彭的巅峰时代，整个芝加哥的地下世界都在他掌控之下，只要他在，没人敢乱来。他一句话能决定谁活谁死。媒体甚至称他为芝加哥地下市长。但是，所有的高光背后，其实危机四伏。卡彭的名气越大，政府对他的压力也越大。而且，黑帮帝国的内部也并非铁板一块。卡彭曾多次遭到暗杀，帮内也不断有人叛变。面对日益严峻的形势，卡彭不得不把一部分生意、资金和家人转移到佛罗里达。与此同时，美国政府也在悄悄改变策略。他们意识到靠传统刑事手段难以定罪卡彭，于是把目光转向了他最容易忽视的一环税务。随着警方、媒体、联邦调查员多路包围，卡彭黑帮的巅峰岁月正悄然走向终点。不久之后，联邦财政部与司法部成立了专案组，由艾略特内斯领衔的铁面无私小组直接介入。他们全组11人，薪水远低于同期警察，却自诩不怕威胁，不收1分钱贿赂。调查小组在1929至1931年间彻查了卡彭及手下总计超过5000笔可疑财产和资金流动记录，跟踪了21家地下赌场、45家酒吧和夜总会，以及近100名骨干成员的个人开支。此次调查发现，卡彭自己名下竟然没有任何房产和企业，但他的日常消费极其惊人。仅1928至1930年间，他用于购置房产、珠宝、豪车的开销高达27万美元，每天在夜总会和餐厅消费平均在150美元以上。要知道，当时美国普通工人月薪才120美元左右，卡彭甚至为亲信、情妇购置了多套别墅与豪车，还曾一次性支付近1万美元的宴会账单。最关键的证据来自于黑帮会计杰克·古兹克和其他线人的证词。他们提供的分赃账本显示，仅1927年，卡彭集团的私酒收入高达6000万美元，赌博和卖淫生意分别为2500万美元和1000万美元。鉴于此，1927年，美国最高法院最终做出了一个让人瞠目结舌的裁决：非法所得也需依法纳税。而正是这一判决，终于为调查组撬开了卡彭的命门。财政部随后详细查对了卡彭历年个人花销、银行转账与未申报收入。到1931年夏天，调查组已掌握500多份书证、银行流水和账本副本，并有10多名关键证人准备出庭作证。1931年6月，联邦大陪审团正式对卡彭提出22项逃税罪名指控。起诉书中列明，1924至1929年，卡彭非法所得累计约600万美元，全部未申报纳税。法院传唤证人，出示账本、银行流水。为了应对调查，卡彭雇佣了全美最贵的律师团，甚至妄图通过贿赂、恐吓来阻止陪审团的介入。但法庭立即采取了临时更换陪审员、严格保密措施，这让卡彭的所有干扰手段全部失效。同年10月，芝加哥联邦法院判决卡彭11项罪名成立，判处11年有期徒刑，罚款5万美元，补缴欠税及利息约22万美元。判决当天，数百名群众围观法院门口，芝加哥各大报纸头版整版报道。纽约、洛杉矶等地也以头条通栏公布判决消息。卡彭最初被押往亚特兰大联邦监狱，很快又被转送阿尔卡特拉斯岛。卡彭在阿尔卡特拉斯监狱的日子极为难熬，由于梅毒晚期并发症，他的身体和精神状态持续恶化。1939年，他得到提前获释，被家人接到佛罗里达的棕榈岛别墅。彼时的卡彭早已风光不再，他曾经铁腕统治芝加哥，如今却只能靠家人照顾，连思路都时常混乱。邻居们回忆，晚年的卡彭经常在自家庭院里喃喃自语，甚至认不清自己的亲人。1947年1月25日，阿尔卡彭因脑溢血和肺炎在家中去世，终年只有48岁。葬礼低调，参加者多为亲属和昔日老部下，和当年他名震一时的排场形成鲜明对比。卡彭倒下后，芝加哥黑帮帝国土崩瓦解，各路小团伙趁机瓜分地盘，曾经的庞大组织被一拆再拆。数据显示，1932年至1935年间，芝加哥的黑帮暴力案件下降了近40%。卡彭的陨落给芝加哥和整个美国社会敲响了警钟，各地警方加大了对有组织犯罪的打击力度，黑帮势力不得不更加隐蔽和分散。禁酒令于1933年被正式废除。历史学家普遍认为，禁酒令的失败不仅没有消灭酒精消费，反而助长了黑帮的壮大，使得像卡彭这样的犯罪头目有机可乘。
此后，美国法律在打击有组织犯罪方面吸取了教训，加强了税务监管、证人保护等制度。不过，意外的是，阿尔卡彭的人生虽然早已谢幕，但他的名字却被永远写进了美国历史和流行文化。无论是电影《教父》、八面煞星，还是无数黑帮题材的小说、音乐、漫画，卡彭的形象都反复出现。直到今天，只要提到美国黑帮，人们脑海里总会浮现那个穿着蓝色细条纹西装、戴着费多拉帽、神情霸气的八面煞星。有人说，卡彭是禁酒时代的牺牲品，也是那个另类美国梦的产物。他的成功和覆灭，既反映了时代的荒诞，也见证了法治和人性之间的较量。这段历史至今仍让人回味无穷。